你是否正在遭遇消费主义的陷阱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，今天将跟大家分享5个会颠覆你价值观，学起来也能从此摆脱贫穷的观念。为什么穷人各方面会比较大方，而富人们各方面会体现小气呢？大家若想要成为富人，应避免落入哪些陷阱？1. 浪费的时间。通常在穷人眼中会觉得时间较不值钱，因为往往赚了一点点收入就沾沾自喜了，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浪费在低价值，甚至是在富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。例如假日或休息时间没事做，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在发呆、空想，或是下班后就倒在沙发上追剧，但却没发现到在享乐之时，时间就悄悄地从身边流失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有钱人，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在大家都花费时间玩乐时，他们却能把握空余时间，每分每秒都在做准备，等待机会的到来。而当机会真的来临，就有比别人足够的基础去抓住机会，就像是10年磨一剑，可以发挥他们的价值。另外，富人通常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做较高价值的事情，例如可以用省下来的时间去产出一些对自我有注意的事，以及创造价值，像是产生额外的收入。故穷人的思维往往会比较浪费大量的时间，而富人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，他们愿意花小钱来购买宝贵的时间。就是这2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，即会造就一个人是穷或富。2. 花钱如流水。大家在生活中可能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那些越穷的人花钱就越大手脚，而越有钱的人往往越小气。有时候不太理解为什么穷人本身已没什么钱了，但花起钱来却如此大方。其实说到底不过是面子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年代的父母会提供比较好的生活环境，以至于孩子们从小就不怎么缺东西，有想吃的东西就吃，有想买的物品父母就会供应，造成从小的金钱价值观就会有些迷失，觉得生活质量就是要维持在这个水平或之上。例如买的衣服要有品牌，或戴的表就是要精品。于是近年来部分的年轻人吹起了精致穷风潮，形成低收入高物欲族群，而为了维持精致生活，进而成为月光族。每到月底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生活，等每一次加薪了就想要提升生活质量，例如买名车，到国外旅游买名牌包包等。他们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。这类何不及时行乐的想法，其实已经暗示了未来不会很有钱，相对的掏空自己的荷包，还欠下一堆卡债。这样长期以往下去，最终则成为卡奴，变成每个月赚到的钱只是为了还月底的负债。其实富人在变有钱之前即知道工作和生活是可以平衡的，他们不会花太多的钱去满足现在的欲望，而是会确保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上，把焦点集中在如何改变及提升生活质量，而不是如何改变别人眼中的自己。3. 言论很大方。有些穷人对某些言论总是显得很大方，例如政治或娱乐等八卦新闻。其实这些议题已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事，就算想得再深刻，眼光看得再准，对自己也没有用处。网络上曾经流传一段话，有些饭都吃不饱的人，或自己口袋里只剩几千块钱的人，却总是在操心国家大事，或亿万富翁的家事，喜欢高谈阔论说大话。建议应该要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关心跟自己有关的事情，因为只有这些你能掌控的事情，才能改变你的未来，并往好的方向发展。4. 放弃最容易。马云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晚上想想千条路，早上醒来走原路，说的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做事很容易就放弃了，例如3分钟热度，或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便放弃，像是持续阅读或减肥健身。这些事情都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，不容易立马可以看到成果，故在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就会给自己找借口妥协，
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可以看到蛮多年轻企业家的采访，以为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财富自由了，就会潜意识地认为，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在短时间内马上得到回报，就是行不通的，就必须赶快换一条路走。但殊不知，大多数的成功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，在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往往都付出过很多的努力，也失败过很多次。故观察越有钱的人，就越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态，而这就是大多数成功人士其致富的秘诀。5. 消费的陷阱。为什么有钱人已经这么有钱了，还要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富人就是想办法让人很稳定的穷下去，想让你为他们卖命工作。因为当你口袋里越来越没钱，每个月的支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只能选择低下头，把时间和精力都卖给企业和老板。那要如何让人一直穷下去，工作一辈子呢？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掉入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。但这个陷阱为什么会合法的存在呢？大家是否注意到先前的疫情把全球的经济都推倒了？而一个国家想要刺激经济，就是需要推动消费。GDP 就是由消费等各个因素组成的，故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救济金、就业金、消费金的出现，其都是鼓励刺激消费或培养你消费习惯的。因为只有让你越需要钱，大家才会越想办法去赚钱，这样社会才可以发展得更好。例如，从各大媒体中所看到的广告、电视、电影里，就会植入这些物质消费概念给你，然后你为了可以得到快乐，就需要拼命的赚钱，赚到钱之后就去买这些消耗品、奢侈品，所以你摆脱了贫穷的痛苦，获得了富有的快乐，然后就再更拼命的去工作。这就是世界想要发展的更好的游戏规则。再例如，结婚其实登记就可以了，原本可不用花很多钱的，但是商人或广告就会宣传说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。难道想要在这神圣的时刻留下遗憾吗？听到这句话，相信很多人就会耿耿于怀，于是把存了多年的钱拿去办一场世纪婚礼。因为面子大于天，也让商人赚得很多钱。另外，像卖化妆品的也会说，女人应该要宠爱自己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结果就心动了，就花费1个月的薪水全拿去买化妆品或保养品。但倘若我们都回归原始生活呢？只花费基本开销，像是吃喝用度即可，不做任何金钱支出，把钱存放起来，而美联储的资本家就会告诉你，没关系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到时候再看看手上的钞票贬值了多少。故建议人必须要灵活的变通，你可以运用所学到的一切，活用金钱去进行投资理财，也可再想想如何摆脱消费陷阱的方法。再举个案例，大家知道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抽烟或喝酒吗？因为资本家发明这些东西，目的就是要让人上瘾。当有了这些习惯，你每个月就会支出金钱给卖你烟酒的人，故要不你就是上瘾的那个人，要不你就是卖烟酒的人。试问人们会怎么选择？再譬如说，很多人每天上班就是去喝一杯星巴克，或平时逛街的时候又忍不住买几件衣服，甚至是平常下班累了，躺在家里玩手机，看着手机，然后不小心就付钱了。又或者买鞋子，买了好几双鞋，也都没穿过，再加上平常还买游戏，总之什么都要花钱。故到这边大家有发现了吗？也就是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，其羊群效应、攀比效应就会出现。故这时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就是跟其他人比消费力，因为消费越多就等于你越懂得享受。第二就是不烟不酒不打游戏，但却会买酒、买烟、买包包，目的就是把这些物品卖给沉迷于这些东西的人，或者透过这些物品来做社交，帮你带来更多的生意。因为同样是买奢侈品，有钱人买，要不就是为了省钱，要不就是为了赚你的钱。而如今时代变了，未来可能会以虚拟的形式
像是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虚拟货币，还有自媒体的方式呈现。故未来这个世界到处都会充斥着消费陷阱的信息，可能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穷，对物质越来越有欲望。检视现在，倘若你已经陷入这种消费陷阱的恶性循环中，及时补救的方式是先做好本职工作，攒钱还负债，同时也要减少生活中不必要的开销以及社交花费，或也可以利用工作之空余时间再去兼差，减轻一些负债的负担。最后建议大家应选择理性的消费，并且减少或拒绝超前消费，因为人们大部分的困扰都是来自于他人以及外界的眼光和讯息。如果能够过滤掉这些信息，相信幸福感也会更加提升哦。